合成曲线，我要怎么把它合成成一条，这样就做出来了。横杠跟它这个面，这个曲面要怎么去做？我先产生一个中间面出来，因为这个中间面很重要。那这样它就会变成是2块，一个是椅子，一个是椅面，你可以坐的地方。这个就是可以设计变更的建模方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魔剑队，我是雷系教师阿如。那你看到这个图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好像有点复杂。大家都会以为用传统的3D 草图来画很快，其实不然，因为它在设计变更上面有非常大的麻烦存在。那未来毕竟是一个 AI 的世代嘛，所以我会建议你用投影草图、草图制草图的方式来做。刚刚有说要用投影曲线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拆个3个部分来看。那等一下老师呢，就是带你们一个面一个面的画它的草图。上基准面只会画这个杆啊，横杆。右基准面，它的椅脚、椅面、椅背，就这样，很简单吧？高度呢45，椅面是50。椅背是35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设定它的角度了。第一个，椅脚跟椅面的角度是75，椅面跟椅背的角度是110。110。老师，它上面有圆角呢，所以我是不是要用圆角草图？不是，请你不要用圆角草图。就是变成3个圆，圆相切，相切。R8的直径是多少？16。导线切换一下，改成半径。为什么要做改的这个动作？是因为如果你之后要出工程图，你的草图尺寸有跟着你的工程图下去设定的话，那你在出的时候，它就会跑出 R8，而不是直径16。好，所以你要记得做切换的动作。好，这个是5嘛，所以直径10改成半径。你就说，老师，我们圆画好了，可以开始剪了吧？不要剪，原始草图就是要原汁原味。好，请你不要去剪原始草图。这是我们右基准面的，换前基准面。前基准面要不要再标尺寸？汤啦，不要再标尺寸了，因为我们要做设计变更嘛。所以，请问它的椅脚是不是跟这个圆点是一致的？是吧？所以就锁起来。请问它这一个高度是不是跟我们的椅背一致？一致吧，所以就锁起来就好了。你要不要再标那个尺寸？你唯一要标的是什么？这边他告诉你总 total 是49，你要标49吗？没有啊，我刚才不是说画一半嘛，所以49除以2嘛。那如果你觉得标一半的话，跟你的工程图面不符合，你要标直径尺寸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，你就给它一条中心线吧。按错了，等一下好，杠掉，重来，变49，这样子就是它的尺寸，总 total 的尺寸是不是跟这个工程图有没有 match 起来？有吧？那以后设计变更，你只要跟着比如说你要49变40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就是改它的直径尺寸。OK， 回来。前期组面我少了东西，少了一个圆啊。16，半径8，相切，相切。OK， 好，这一个草图就完成了。离开。再来呢是上基准面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45度的图面哦。他说这边呢有一个圆角，然后呢再连一条线出来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圆角也是 R8。上基准面画草图，给它一条线，这条线要不要再标尺寸？不用，
点加点锁起来就好了，点加点垂直，移角跟移背一样长，所以还不要再标尺寸哦，不要再标了。16 ，OK， 那我们的原始草图就先画这样。这一个草图是右基准面，然后前基准面，再来上基准面，好，不要弄混了。赶快订阅阿卢的频道，跟着阿卢一起迈向雷系建模大师的目标吧。好，我的原始草图都完成之后，就要开始来进行参考图源的动作了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会先做2条，就是右基准面的草图跟前基准面的草图，会先做一个投影曲线，好，做第一次的。所以对不起，右基准面画草图，参考图源，选择链条，点选，然后呢，这3个圆也复制出来。好，记得你的原始草图不要去做修剪的动作，也不要用这个草图圆角，因为这个会拖慢你之后的设计变更的速度。好，修剪完毕之后，请你注意这个地方，因为等一下呢，它这一段圆角是要做第2段的投影，所以你这边要修剪。那我的修剪方式是直接把这个圆参考出来，去剪掉，是不是这个就可以移动了？好，那点加上上基准面的这个草图的圆心重合共点，就留到这边。好，这是第1段。第2段前基准面的比较没有什么问题，整个复制出来去做修剪就可以了。修剪，好，剪完长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离开。那我就可以把草图1跟草图2呢先隐藏起来。好，我先做第1阶段的投影。好，第1阶段的投影草图，草图至草图，右基准面的加上前基准面的打勾，它就会帮你把这个投影出来了。好，这个是移背嘛，然后呢侧边移角，好，那是最后一段，对不对？好，右基准面找出来，好，草图3也找出来，再画一次。这里呢，你要不要再去点这个草图了？不用，我教你，你只要做一个部分就好了。好，直接把这个圆呢复制出来。好，这个杠掉，重新锁上来。点加圆心，按 wire 共点，就这一段就好了。好，这一段就好。好，草图1关起来。接下来呢，换上基准面。上基准面怎么做呢？复制出来，修剪。这个不要，这个也不要。那这边是不是变蓝色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紧张，点加圆心，水平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把草图3隐藏起来。所以第2段的草图呢，右基准面是这一条直线哦，很短而已。这一条直线其实就是上基准面圆角，你从侧边去看的那个长度。好，从右视图看过去的长度，这2个投影出来，就会是第2段的投影曲线。这个投影曲线呢是2段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做扫出的时候呢，就要点2次，那有一点麻烦。合成曲线，我要怎么把它合成成一条就好。所以这边可以输入，好，或是在曲线这边也有一个合成曲线也行，看你喜欢哪一种。好，这样子它就变一整条了。一整条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在特征扫出圆形轮廓 1.5， 路径就是合并的曲线。这样就做出来了，好，只要一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另外一半就近色，近色不是近色特征哦，是近色本体。近色的面，如果你有产生一个新的基准面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。那如果你很懒，哦，跟老师一样很懒的话，我就直接去点选这个面也行啦，也可以，有没有？这样就产生出来了。那如果你要去做设计变更的话，怎么做？哦，比如说草图1，我想要去改这个椅子的高度35。那如果你去修剪这个草图的话，那个圆角会跑掉，有没有？长度就变了。那如果你觉得，这样子一个人做好像太宽了，那我就改草图2嘛
49变45啊，它就会变短。赶快订阅阿卢的频道，跟着阿卢一起迈向雷系建模大师的目标吧。我最后的结尾要怎么去做处理？其实也很简单啦，点加线我先产生一个中间面出来因为这个中间面很重要。做完了我就可以把曲线呢给隐藏起来。平面1我可以画一个圆，这个圆呢在这个位置。我想要用在中间点的位置，或是你想要用在这里的位置，也可以。找不到中间点，自己做。锁起来，然后呢 1.5， 或是用相切也可以。离开，这个是我中间的横杆，平面1画草图。复制出来，长料，承袭至下一面，另外一边呢也是承袭至下一面，你就可以把它那个横杆做出来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一个横杆，不是赶时间的赶哦。然后再来的是它那个面椅背，就是人可以坐上去的那个曲面怎么做的？其实也很简单啦，平面1再画一次。然后呢，你可以透过相交曲线点选的圆柱，它就会帮你把草图画出来了。所以你还要不要再画一次？其实不用啦，这里也复制出来。这样有了之后呢，其他的部分怎么办？因为它那个面其实是照着你这个椅子的形状跑的，所以你可以用参考图源去复制。好，复制出来。这是第一块，来离开，前进准变，再画一次。可以用偏移图源去把它偏移出来，偏移大概多少？你觉得布的厚度大概是多少？假设是0.3，我把它复制出来哈。好，那圆就额外复制哦。没点到，好，再做一次。OK， 好，再换这边，相切出来。你跟这个面你要保留厚度0.6，好，长度你可以自己设计，比如说12，我也不知道是多少，你可以自己设计啊。相切。长度还要再标吗？不用了，等长等距就好了。好，假设是这样，那这个草图我就不留了，因为它几乎都是我参考图源出来的，所以你可以开始做修剪。伸长曲面，两侧对称，它总头是多少？39，这样里面不就出来了吗？然后呢，加厚啊，这里。往内加厚嘛，点3，好，或是你觉得点多少比较合适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要合并结果拿掉，好，那这样它就会变成是2块，比如说零件是2个，一个是椅子，一个是椅面，你可以坐的地方。渲染，比如说这边实体，你就看你要加什么金属。看是钢不锈钢、抛光钢什么的，你可以自己去套。那加厚的地方呢，你也可以去做比如说它下面有有机物，或是你觉得用织品、布或者是地毯你可以自己去慢慢玩。这个就是简单的渲染，透过限制条件去做，比如说尺寸的变更，高度我刚刚好像已经有玩过了，45，你再把它改回来啊。好，那我的椅面有没有跟着变？有，这个就是可以设计变更的建模方式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或分享阿卢的频道哦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。